每一段旅途的开始都是一场未知又充满惊喜的冒险。这趟3天2夜的日本富士山之旅，正好是在刚刚入春的时节，我看见了超美的富士山风景，遇上突然来袭的暴风雪，还幸运的在路边看见了盛开的樱花。短短的几天，就像经历了一整年的季节变化。这一次的旅程呢，也是我在日本第一次自驾体验。喂，现在我人在前往富士山的途中的那个休息站，这个休息站叫 S 巴萨。这边的气温呢，比东京还要冷一点。然后这一次我是自己租车，租了这辆Toyota Aqua，它是比较小辆的，可是是 hybrid 车。我是从 Klook 那边租的，然后租3天2夜，才600多马币。其实算起来，一天才差不多200多，算是蛮便宜。你看我们租这台车，后尾箱椅子放下来了，然后可以放很多的bag，2个大luggage。从一开始的紧张到后来慢慢适应，整个自驾的过程虽然充满挑战，但沿途的风景真的太美了，完全值得。特别是在开车的途中，富士山越来越靠近我们，那种兴奋感一路上都在飙升，也让这一段旅途多了一份期待和感动。你看我们这边一下随便拍随便美，就是富士山，哇，满足啦！哇，很晒呀，很晒呀。随后我们来到了阿拉库拉亚马森根帕，我带你去看茂夫地，来，走。要爬一小段坡才会到最上面。我还记得拍摄当天的前一天，才刚刚跑完首尔马拉松，脚还在酸痛中，但还是咬紧牙根走上去。幸好没有放弃，因为当我们站上顶端的那一刻，眼前的景色实在是太震撼了。天气超级好，黄昏时刻一片无云。富士山的全景一览无遗，完全没有遮挡，超级梦幻。我和老婆找了个位置坐下来休息，一边聊天一边静静地看着黄昏时分的富士山，慢慢地从亮变暗。那一刻真的很宁静，很舒服。我特别喜欢这种放慢脚步的节奏。有时候我们旅行太赶太匆忙，反而错过了旅途里最美最值得记住的瞬间。天色慢慢暗了下来，我们也准备下山，肚子真的饿到不行了，于是就徒步走下山去找晚餐吃。下山后，我们来到河口湖附近一家叫苏瓦诺的传统日式住家餐厅。我还记得当时我点了一份日式猪肉片饭，一碗味噌拉面，再加一碗香喷喷的蒜香炒饭，真的吃得超满足。这家餐厅是非常传统的，是没有椅子的那一种。我们是坐在榻榻米上用餐，最惨的是我的脚筋太硬了，根本没有办法盘腿坐没几分钟就开始酸痛，一边吃饭一边换姿势，超级狼狈。尽管坐姿很痛苦，但那一餐的美食真的是太疗愈了，让我差点忘记了我自己的脚还在酸还在痛。吃饱之后，我们就前往预先订好的民宿入住。这一次住的地方是在河口湖附近的一栋独立民宿，是我们在富士山租的 villa， 整栋双层楼，给大家快速的参观一下。大门一进来，这个是底楼咯，鞋柜，然后这边有厕所以及有一个 bathtub， 它是非常可以讲是传统式的一个住宿。然后这边房间有2个床，然后呢上楼上还有2楼，2楼呢是一个客厅，也是很大间。这边有衣橱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沙发背在这边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客厅吃饭桌，然后电视机，然后我们是出河区的，出去前面那边就是那个河口湖，然后这边蛮大间一下的，其实它还有一个厨房你要煮的东西，水，
饭包、微波炉、冰箱，而且重点，我们这样住这里2个晚上哦，的价钱是37,000日币，收围起来大概是1100左右，1个晚上才550，整栋算是非常的便宜啊。昨天晚上终于有一个好觉可以睡，然后我住的其实是在这一栋，它是整栋都是我的，然后过后那个主人其实住在旁边吧，然后他出来这边呢有一个小庭院，这样不是小，很大下，这个庭院一望出去，这个就是富士山，可是非常可惜今天看不到，所以啊富士山啊真的是很靠运气的，你有运气你就看得到，你没运气就看不到。你看今天很多云，现在是1度，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-1度。那天我去了那个首尔马拉松，跑完过后就直接在首尔走一走了。隔一天拜一早上3点多又起床，然后又搭飞机来到日本的时候，然后又租车，然后驾车，然后全程没有好好的休息。这一次也要特别感谢 Amvora赞助了这一支影片，我手上的这一个是 Amvora 的 Artoplex。我刚刚完成了首尔马拉松，全程42公里，对关节的负担真的很大，尤其是赛后膝盖和脚踝都有明显的酸痛和僵硬感。这时候我开始服用了 Amvora Artoplex，真的帮助了我很多。它含有 turmeric extract， 里面的 curcumin 有很强的抗发炎效果，可以缓解关节肿胀、疼痛，改善灵活度。还有 Type 2 Chicken Collagen， 可以帮助修复软骨、减轻僵硬、提升关节活动度。简单来说，它是跑者或有关节困扰的人的救星。如果你也常常运动后关节不适，不妨试下 Amvora Artoplex， 让它帮助你修复、缓解再出发。我们的这个民宿出来就是有一个神社在这边。我们住的民宿走路大概100米左右就能到达河口浅间神社。这是一座有着1000年以上历史的神社，也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景点之一。据说是祈求平安、顺利、健康的好地方。随后，我们驾车前往山中湖的百鸟滨 Shiratori Beach，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，因为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富士山当背景，湖边还有很多天鹅在悠闲地游来游去。这些天鹅完全不怕人，游客可以免费在岸边近距离拍照。我觉得富士山配上白色天鹅，真的美到像一幅画一样。尊重。不过当天中午的天气就没有那么理想了，天空开始多云，富士山也被厚厚的云层遮住了，所以要清楚看见富士山真的是很靠运气。中午我们来到一家在地餐厅，专门卖富士山地区的特色美食 Hot Dog Noodles。这家店名叫 Shoya 庄屋，是一家蛮有人气的老店。Hot Dog 是一种只有在山梨县，特别是富士山一带才能吃到的传统料理。据说战国时期武士们在战前都会吃的一种料理，因为它简单、营养丰富，又能快速填饱肚子，所以成为了当时战士们的能量粮食。Hot Dog 的面条很宽很厚，口感扎实，有点像我们马来西亚的板面，但是它的汤头才是灵魂，用味噌搭配各种的蔬菜熬煮，浓郁又带有天然的甜味，通常会加入南瓜、香菇、萝卜、白菜等等，喝起来非常软味。而且这是我老婆整个日本之旅最爱的食物，她第一口吃下去眼睛就发亮，一边吃一边说这个我可以天天吃，非常推荐大家来尝试一下 Hot Dog Noodles。吃完午餐后，我们就在附近逛了一下水果市场。来日本旅行，当然不能错过这里的水果啦。我们买了草莓、富士苹果和哈密瓜，每一样看起来都是超级新鲜，尤其是日本草莓，真的又大又甜，一口咬下去，满满的果香味直接在嘴里面爆汁。
原本多云的天空在下午时分竟然慢慢放晴了，我们真的非常幸运，又再一次看见了完整的富士山。这一次我们选择了一个超棒的观景点，在河口湖边上，不只能够看见富士山，还能够看见整个湖面的倒影，湖水、富士山还有我们全部都倒影在一起，那一刻真的是太美了。我真的觉得大自然的器官真的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它不需要语言，也不需要修饰，就这样静静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，就足够让人们停下脚步，憋着呼吸，只想好好的看着它。在城市生活久了，我们总是习惯快节奏，追赶时间，但在那一刻，我只想放慢心跳，静静的感受，那种震撼真的说不出话来。当天的天气真的太美了，我一边看着富士山，一边心想，不如趁现在去跑一圈吧。于是我就决定来个轻松10公里慢跑，毕竟天气预报说今晚开始会下起暴雪，要再看到蓝天和富士山可能就没有机会了。边跑步边欣赏富士山真的是超级疗愈。如果你还没看过我这支富士山跑步影片的朋友，记得去我的 YouTube 频道内收看。晚餐时间，我们来到了河口湖附近的一家叫 Setochi 的餐厅。这是一家家庭式的小店，由一位亲切的老奶奶和她的儿子一起经营。一进门，他们就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，整个气氛非常温馨，像是回到家一样。这家餐厅最有名的就是它的 Hotpot 火锅，是来到这里必点的料理，汤底香浓，食材也非常新鲜。吃完真的觉得身心都已经被温暖了。吃完晚餐后，我们就回到民宿，好好的休息。隔天一醒来，整个富士山和周边的城镇竟然已经变成了雪国，因为就在我们前一晚准备睡觉的时候，开始下起了暴雪，而雪一直下一直下，从昨晚到早上整整下了超过12个小时，地上的积雪厚达30公分。我一睁开眼的那一刻，真的是有一种我是不是来到另一个地方的感觉，完全像是梦境变成现实。对我这种平时很少接触雪的人来说，看到雪下个不停，那种兴奋感真的很难形容，像个小孩一样按耐不住的冲出门感受。这个桌子这样厚，脱手套先。我的牛奶呢？还责怪我的牛奶。有没有变冰哦？我摇一下。这个很像那种冰酥这样诶，很软呢。而让我更感动的是，我的民宿主人一大早就帮我们把门口的雪清理好，为了让我们退房时能够安全的走出民宿，顺利的开车回到东京。真的是很感激，也很幸运，能在这一趟旅程的最后一天体验到不一样的富士山面貌。今早一睡醒，一夜之间，整个富士山变白色了，变雪乡了。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幸运的，前2天来到这边哦，还可以看到富士山的景，然后没有下雪，然后只是有一点 cloudy 啊，可是过后都可以看到富士山非常美的景。然后今天一睡醒，哇，整个感觉上就变雪乡了。可能对有住在四季国家的人来讲非常的普通，可是对我们这种住在马来西亚、住在 KL 的人来讲，这个景真的是实在是太美了。退房之后，我们就开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，而这一段路也让我解锁了人生第一次雪地驾驶的体验。幸好我租的车是配有雪胎的，在雪地上开车也比较安心，毕竟我是完全没有雪地驾驶的经验。大马哪来的雪地可以给你驾车，对不对？但就是因为这样，这一次雪地开车体验又再一次刷新了我人生体验清单。一路上看着路边厚厚的积雪，还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，仿佛开进了一幅童话世界的画里。我真心推荐，如果你下一次也有机会来到日本旅行，可以考虑一下自驾，不止更自由，还能体验完全不同的风景和节奏，真的是非常特别又难忘的体验。这一次的旅途，我跟我老婆分配好了任务，我负责开车，她负责睡觉。
一路上他睡得超香的，而我就一边开车一边欣赏风景。不过讲真的，能这样一起旅行，就算一个开车一个睡觉，也是一个很幸福的节奏。开车不久后，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小众却超惊艳的赏樱花地点 Harumaki Sakura Cherry Blossom。我们从富士山开车下来后，然后来到这个看樱花的地点，你看是不是很壮观嘞？整排都是樱花树啊，而且这个地方不是很多游客知道的，因为我也是在 Google Map 那边找 Cherry Blossom， 然后它就 pop 出这个地方，而且很多都是日本人 comment 的，然后外国人我觉得是很少了。你看我这个时间来，也没有讲非常的多人，而且它的樱花是一大片。好看哇！哎，它五个花瓣呢，还会再包的嘞，它还没有包完呢。这个现在已经应该是 full bloom 了哦。在同一天内，我们从暴风雪中醒来，再走进盛开的春热樱花林，真的有一种从冬天一步一步走进春天的感觉，像是大自然为这趟旅途安排了一场奇妙的转场。这里不像那些热门的景点那样人山人海，反而多了一种宁静的美感，就像藏在富士山脚下的秘密花园。而且一路上看到的这些人哦，全部是讲日本话的，感觉上好像只有我们是外国人这样吧，来这边。所以这个地方建议大家以后如果有机会来日本，或者是你自驾的话，可以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会把那个地址放在下面。这个地方应该如果你搭公共交通是来不到，除非你是自驾或者你是包车，你这样你可能可以到这边。我们这次的富士山加暴风雪加樱花之旅就到这边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